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2月11号，视频再来跟大家聊一下，为什么在8天之前，比特币3号的视频在这个高位提醒大家，有可能中线比特币会重新跌回到21000美金。原因是非常的多，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在猜主力的心思。我估计就是这个矩形会复制啊，那现在已经破下来了。50个基点加息在18000的时候，也是建议朋友们不要追，你可能买点的位置是在压回的这个位置买。然后这一次也是一样，就是25个基点利好不一定是利好，它有可能中线的买点就是会破这个局限，因为主力是反着干的。散户认为的利好你不看空间，空间高档的位置利好不一定是利好，有可能是利空。那现在价格已经是如期跌下来，这2天也是在跟大家讲，估计14号的时候，美国那边的 CPI 可能会出利空，因为等下再来跟大家讲，有一组数据，美国那边 CPI 可能是会出利空。现在是提前压回来空间低档的位置，到时候利空也不一定是利空，但是能不能马上涨，等下来跟大家讲一下，不一定会马上涨，因为有一个形态，它估计这个位置最强势的话会整理。至于会不会破到我3号的视频，你去回顾我当时在高档的时候有没有跟大家讲，买点的位置是在20800美金，有可能瞬间会跌破收下影线，你不然就观察一下这个位置还有一些参考的支持点跟20年的这个牛市刚启动的位置，这个区间是非常像，或者这个区间也是非常的像，以及21年7月份的这个位置也是非常的像。等下来跟大家讲有哪一些支持点，或者是朋友也是在讲的，其实这个高档的位置它是一个24节气的时间节点啊，空间的高位它就跌下来，所以这种它是一个统计学啊，就是会有这种自然现象啊。你看一下立冬也是一个转折，或者是小雪它也是一个转折，小寒也是一个转折。春天不一定会涨啊，整个春天有可能会震荡啊。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，或者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，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。我们先来看一下短线的比特币，昨天是没有马上遇到一根多底啊。那至于下面的一个支撑，昨天已经跟大家讲了，我们拉一条直线过去，也就是这个高原的位置在21500美金附近。如果横到去年的整个低位的区间，可以很明显的观察，当时这边有一个3重底的结构，上沿的位置我们不看上影线，看收盘跟开盘的这个位置是有一个支撑区，拉近一点来观察，就是这一个开盘跟收盘的位置，也就是这个区间开盘收盘的位置，它这边有一个 N 型的转折，连过去就是当时 FTX 交易所崩盘的这个上影线的高点，是一个支撑区，但是会不会破我也不是很确定。我的估计下方这整个区间都是很强的一片支撑区，还有一个支持点，接下来跟大家讲，因为目前这边确实有可能会震荡啊。至于它会不会马上涨，或者是当时为什么在这个高位给大家讲有风险啊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根 K 线是什么形态，它类似一根流星，上影线有压力，而且量大的时候它不涨啊。按正常放量应该收盘是要收涨的，你在高档的位置其实转折就在一天，就这么一天，包括当时4个小时也是有跟大家讲，4个小时在这个高位是有一个倒过来的一个塔形，所以整个中线你要找买点你就尽量等压回。现在压回来的话，很多朋友又开始好像不敢买了。我知道有些朋友低档的时候 15K 16K 都不敢买，然后上去的时候又想着要不要追，现在压回来的话也不敢买。不要这样子啊，不要散户思维啊。你如果真的低档没有听我的建议，现在压回来，我的观点是你怕的话现货至少要买一部分，如果它真的有跌，你怕的话就手上留一点资金。然后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它目前的空间啊，空间是压回来了。至于昨天跟前天一直在跟大家提醒的，美国的 CPI 估计下周14号有可能会出利空，因为预测值是在这个 6.2， 但是我这几天也是跟大家讲，美联储加息，上一次是50个基点，还有上一次也是25个基点，之前全部都是75个基点在加，不排除加息放缓的情况下， CPI 是从 9.1 一直掉到 6.5，
从来都没有过反弹的走势，或者是横向的走势，所以 6.2 有没有可能这一次不及预期，是在 6.3 还是说 6.4， 到时候是一个利空吗？我想跟大家讲，如果真的出利空的情况下，它不一定是利空，主力就是在玩散户啊，空间是提前压回来，到时候出利空不一定是利空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组数据啊，就昨天看到的一则新闻，俄罗斯是计划减产，所以最近油价也是开始在涨。那我的一个观点是不排除这一次 CPI 有可能是会出利空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2天油价的一个走势啊，短线一直在反弹，包括美元指数前面这一根 K 线出来的时候，也是在3号的视频提醒大家，比特币在 24K 附近是不能再追，有可能中线真的会跌到2万亿啊。但是这一根是跟大家讲，其实也是在看美元指数啊，整波空头的走势没有一个像样反弹。然后想跟大家聊一下，如果14号的时候比特币真的遇到一个利空，就是 CPI 它如果出一个利空的情况下，这个位置整理有没有可能瞬间破一下这个21000美金，或者是20800点？当然我的观点是也不排除它有可能这目前只是一个区间震荡，我们可以明显的观察一下它会不会马上涨，我估计有一点难哦，因为毕竟20天的成本现在是套在这个高位。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上一次是怎么走出来的，这边矩形整理到位，挖了一个坑下来，再挖了一个陷阱，这次也是一样，整理挖了一个陷阱下来，再挖了一个陷阱。那后面它是不是有横盘了接近1个月，后面才上去的？所以短线会不会马上涨，我也不是很确定。我的估计有可能它会横向个20到30天左右，到时候看有没有可能形成一个突破。因为我们去参考历史上比特币，比如说像这种牛市启动以后，它跌回来，后面是再怎么上去的，可以去观察一下。20年的牛市，疫情爆发以后，单微反转上去以后，这边是不是也是有一次压回？压回它重心也是在下移，但是整个中线它趋势是向上的，所以压回来，我的观点是，朋友，你如果15000、16000真的不敢买，没有听我的建议，压回来都可以买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压回的位置是在哪一个位置？黄金比例的 0.382， 接近这个位置啊。但是它后面有马上直接再上去吗？是有涨啊，不过整个中线都是在横盘，这边是横了70多天，后面才突破，突破上去有马上直接再大涨吗？涨个1倍2倍没有啊。我们再观察一下这个位置，也是有一个20天的一个整理区，后面是破位，也没有再往下跌啊，因为整个中线其实趋势都是向上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边是整理了20天，下去以后这边再整理了20天，有低档你都可以买啊，只是它有没有可能马上开启1、2倍的上涨？很难啊，因为这边毕竟有一个套牢区，就类似目前的位置，比如说这一根2根破下去，有可能理想的情况，它在这个区间整理个20天，到时候看有没有可能往上突破。你如果要做右侧的买点，就是在这种位置突破这个高位的时候。那我们再观察一下当时压回的这个低档的位置，你可以明显的观察一下，这边也是黄金比例接近 0.38 的位置，还有一定空间啊。那我们看一下现在的比特币压回来的点位，也是我在3号的这个高位的时候有跟大家讲过一个观点，20800美金是非常接近黄金比例 0.38 的位置，从低点拉到这个高点的位置，它大约就是在21000美金附近啊。所以我们尽量观察吧，我感觉是空间很接近，该买的话还是要买啊。那我们再回顾一下，比如说21年7月份的这一波行情啊，当时也是底部整理到位突破上去以后压回的这个点位，它也是在黄金比例的 0.38 附近啊，就是在这个位置踩住啊。然后我想跟大家聊一下这个狗狗币，也是一样啊，这个矩形跌破的时候，就上面这个矩形嘛，破下来，那现在空间是翻了一个矩形到位，低档的位置我是觉得要买也都可以买，因为它是上一次这个矩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就是这一个低位的一个矩形往上突破以后再守这几个位置啊，就这几个位置可能也是有一个支撑区啊。反正有买的话，我的观点是你耐心一点嘛，如果是期货的话防守也要设哦。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周线狗狗币的牛熊线啊，已经是又压回来再守这一个牛熊线啊，
就类似之前跟大家讲的这一根 K 线出来，现在才几根哦，可以很明显的观察一下，时间是14根。那上一次20年的一波牛市的行情，它这边突破以后压回来是整理了17根，现在是14根，有没有可能时间还是会拉长？还有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以太坊整个日线的形态哦，我们可以明显的观察一下1700点的压力也是有提了一段时间，因为它是下面的这一个矩形，就是这一个箱体上方的一个空间满足位，箱体翻上去一个箱体，1600到1700这个位置是不能追哦。那现在短线我的观点还是一样，我们尽量观察它在这个区间箱体会不会整理一段时间，1500能不能守，也不排除如果是箱体整理到位，它会不会挖个坑，然后再回到这个箱体，会不会开启一波大涨的行情？因为大盘我估计可能会整理个一段时间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。